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那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台湾红衣小女孩事件，那这个都市传说和传统意义上的都市传说呢不大一样啊，它呢可以说也是脱胎于真实事件，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真实事件啊。咱们通常一提都市传说啊，那都是假的，不靠谱，连照片都没有，也没有什么视频资料证据，这是咱们以往的一个传统的认知，感觉这都没意思。但是这个红衣小女孩这事儿它就不一样了，它不仅仅有图像，而且还有完整的一套视频资料啊。这么看的话，甚至说咱把它归到这都市传说里面都不大合适了。那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咱就来深度剖析一下这个故事。那需要说的是，这个小女孩事件它在2015年的时候被拍成了电影啊，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国内很多这个都市传说 IP 都被拍成电影了，有名的像什么这个京城81号啊，当时轰动很长时间嘛。再有挺有名的这个375公交事件啊，北京那个公交也拍成电影了，还有这个猫脸老太太都拍过啊。不过这些电影拍出来口碑也都挺感人啊，这也是意料之中的。那大伙儿如果感兴趣可以自行搜索一下，在这儿咱们不做推荐。那说这个台湾这红衣小女孩事件，它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上世纪末98年，在1998年3月底，地点是在台湾台中市的郊区，有一个风景区叫大坑风景区，那里面呢有个景点应该是叫风洞石，在风洞石登山步道上，当时呢有这么一大家子7、8个人，沿着这条登山步道登山赏美景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个人拿出这摄像机随便的拍一下，拍拍景拍拍人，把这个美好的时光记录下来。那这本来是一次很平常不过的周末旅行，但是呢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就在当天晚上回家的路上，一家人高高兴兴有说有笑的开着车呢，突然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啊！本来这车呢好好开着，结果这岔路口突然冒出来一辆小轿车，两车相撞，所幸啊没那么严重，但是也是当场一死一伤啊。这事情发展到这儿呢，虽然说有那么一点乐极生悲的意思，但是和这灵异似乎还不搭边呢。他毕竟不能仅仅说因为一场车祸就说这是灵异事件，那不能。那就这么算的话，说这都是灵异事件，那合着全世界每年这灵异事件多了去了，那不可能啊。不过呢，咱们要说的是，这个车祸仅仅它是一个开端，作为一个引子，这个诡异的事情马上就要出现了。说当时因为这个车祸，家里边不是一死一伤吗？大伙儿非常的悲伤，折腾好几天，有出殡啊什么的，把这个亲人后事做好，受伤的人呢安顿好放医院。这时候一家人这才安顿下来，把当天游玩的时候拍的那个照片啊视频啊拿出来，想再看一眼已经死去的这个亲人。拿这个照片啊一张张看，人们是越看越难过呀，悲从中来不能自已，稀里哗啦这眼泪就下来了。但是呢，当他们看到那几段在这个登山步道拍的视频的时候啊，一下子谁都哭不出来。怎么回事呢？他们发现在这些视频上有2个地方让人毛骨悚然。首先有段视频它是近景拍的啊，跟咱们平时常见的那种抖音小视频差不多。那好多人每个人路过镜头的时候呢，靠近镜头打个招呼摆个 pose 啊。这段视频就这样，一家人挨个呢走过来，在这个镜头前面打个招呼，然后继续往前走，下一个人再上来再打招呼摆 pose。但是啊，这个视频当他们看到那个车祸去世那个亲人的时候呢，那个亲人走过来摆个 pose 打了个招呼，这个镜头大伙看起来啊，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可是哪儿不对劲呢？没发现。那几个人奇怪啊，就扒着这个屏幕啊，在上面瞅了半天。等到看到这个去世那亲人啊，在这镜头里面张嘴笑的时候，这家伙立马是吓得毛骨悚然。怎么回事？在这视频里边，这人笑的时候呢，他一张嘴，能看到在他这个嘴里边两边嘴角上莫名其妙的出现了2颗獠牙
就像是那个电视里边那吸血鬼那样的2根獠牙，而且呢这2颗獠牙呀，黑不出的挺隐蔽，所以说一开始人们看着总感觉不对劲，但是一时半会儿呢又没发现到底是哪有问题。这是第一个很诡异的地方，人们一看吓一跳，2颗獠牙，这怎么回事呢？再有一个呢，另一段视频还有一段视频是拍的这个远景，拍的是这个一家人在这个小路上，这步道上一个一个有说有笑的走过去。这本来没什么，走就走呗。但是他们在看视频的时候发现，在这个一家人7、8个人全部走过去之后在最后一个人的身后边，人们看到这身后边多了一个人，有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一个小女孩。这个人呢不是他们家的，没人认识。但是呢他就这么悄不声的跟在这一帮人后边，也不说话，也没有什么其他多余的动作，就很自然的，就好像是一家人一样在后边这么走，这么跟着。而且呢这小女孩的状态看着也非常诡异走路很轻飘飘的，而且从视频上看呢，这姑娘脸色铁青，最要命的是看不清她这个眼睛。从视频上看呢，这小女孩这双眼好像被一层这个阴影给盖住了，看不清。那人们当然也就看不清这小女孩具体是长个什么样子了就这还不算什么，最吓人的是什么呢？所有人都没印象谁都不记得说当时有一个小女孩在后边跟着，没有人记得，没人知道。就连当时拍视频的这个人他也是没印象的，他不记得有这回事这就太诡异了。平白无故多了个人，拍的时候没有，现在一看录像呢有了，人们是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瘆得慌。再联想当天晚上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这死者在视频上呢还莫名其妙的有了2颗獠牙，现在呢这小女孩不知道什么地方冒出来了。这奇怪的事情接连出现。那台湾那边呢又本来是比较容易迷信的总爱说这鬼神之类的，所以说当时呢这家人就认为说这个视频里面这个红衣小女孩她肯定有问题，有可能她就是问题所在。因为按照这个时间顺序他们排了一下，是先拍了这个小女孩有的这个视频，然后呢又拍的那个近景摆 pose 那视频出现獠牙那个，那再之后到了晚上回家的时候路上出了车祸了，是这样的一个时间顺序。所以说对这些诡异的情况呢，一家人展开了猜测。他们就想这个红衣小女孩她很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他们觉得这个小女孩有可能是当时盛传一时的一种超自然生物，叫做魔神仔。说这个魔神仔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和咱们传统意义上听说的什么这个幽灵鬼魂跟这个不太一样。根据这个那边的传说说这个魔神仔是一种类似于妖怪的生物经常在山林之中出现，是一种超自然生物。这个魔神仔呢在台湾当地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根据当地的一些传说，说这个魔神仔身材呢比较矮小，动作很敏捷，它呢有一个功能，它能够迷惑人心迷惑人类的心智，或者说是搞一些恶作剧，从而让人失踪，把人拐跑。不过呢它也有弱点，它的弱点呢就是怕声响声音特别大，响声特别大，它就害怕了。所以说人们往往会用这个敲锣打鼓的方式来驱赶这些魔神仔。在台湾的各个地方都有很多这个老人或者小孩被魔神仔给抓走的传说。那么这里边这个情节呢和这个日本传说当中的神隐很类似说到神隐这个咱不清楚大伙儿是不是熟悉不了解呢也没关系，大伙儿应该都看过那个千与千寻那个动画电影，很好看。这个千与千寻它这个日文名字直译过来呢是千与千寻的神隐。咱这么一说大伙儿应该就大概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叫呢。那片子里边讲的不是说这个千寻和他爸爸妈妈一不小心到了这个鬼怪的世界吗？这种遭遇就叫做神隐，来到了鬼神的世界，被鬼神带到他们的世界了，就叫神隐神隐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算是神话传说现象。改天如果条件允许，咱们可以单独做一期节目来聊一聊。还是说这魔神仔，说按照这个台湾当地那个传统呢，
如果有人被魔神仔给拐走了失踪了，那么乡亲们会请出地方的这个城隍爷王爷等等这个神像出巡四处敲锣打鼓放鞭炮，那为的是把魔神仔给吓走，把人放出来。那一般人们这个失踪的原因，人们回来之后回忆往往说呢是吃了这个魔神仔给的食物，但是清醒过来之后呢，发现自己吃的不是什么鸡腿之类的，都是什么树叶呀、昆虫石头，都是这个。包括之前在08年的时候也不短了，10年前了，08年的时候呢，台湾发生过一起魔神仔拐人的事件。08年那年有一个台风叫海鸥当时这海鸥过去之后呢，在台湾南部的这个屏东县恒春镇，这个镇子有一个80岁的老妇人叫红林。这老妇人上山去采蘑菇采蘑菇的老妇人采着采着失踪了，找不着了。那当时她去的这个地方呢，是当地鼎社公园里边的一座山。这个山呢并不大，很好搜索。但是当时人们搜了整整5天，愣是没找到人，这不是邪乎事儿吗？直到说后来5天之后，这老人在偶然间才被一个公园的巡山人员给发现了。但是这些地方呢，之前人们搜了很多次了，没找到。后来问这老人说去哪儿了，老人说应该自己是遇到魔神仔了，这魔神仔呢带着自己跑了5天，这才放他回来不过对于老人这番说辞很多人大多数人呢还是比较理性的，认为这老人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可能自己迷路了，受到惊吓劳累过度从而引起的这个意识模糊，产生了一些幻觉。那这个事儿呢，咱不管这老人这事儿到底怎么着，其实呢可以反映出来魔神仔他在台湾地区是有着很深的影响力的，在台湾人的这个脑海当中呢，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印象在这儿的。那么在这一次这个红衣小女孩事件当中也是一样的正好因为这起事件的一些特点和这个魔神仔呢比较相符。先是说这一家人他们去玩的这个地方山里边登山步道山里，那传说魔神仔一般呢就是出现在这个山里面。那再一个就是看到的那个红衣小女孩那个形象，个子矮小这也是跟这个魔神仔比较符合的。前面说了特点之一，身材矮小，而且呢他魔神仔他这功能一个特点，善于迷惑别人心智，造成幻觉，所以说伪装成小女孩这也是轻而易举的，应该是情理之中的。那最主要的一点其实是这个红衣小女孩嘛，红色的衣服因为传言说这魔神仔大多身上呢都有一个红色的特点，然后再加上当时这一系列的诡异的情况，什么獠牙车祸呀，而且魔神仔本身呢他也是比较爱干坏事，拐人之类的，所以说呢人们当时都认为这个红衣小女孩她呢应该就是传说当中的魔神仔，这一系列的遭遇呢都是魔神仔干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当时这个视频当中这个神秘的小女孩，这到底是不是魔神仔呢？这说法靠谱吗？其实说这个台湾那边确实总爱搞一些这个鬼神之类的，爱搞这些东西，容易往这方面想。包括咱们之前的节目里面或者公众号里面提到过很多有意思的一些未解之谜这么一类的事件吧。那这些事件放到这个那边的那个电视节目当中，就很容易给变成一个灵异事件。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曾经说过的彭加木事件、蓝可儿事件，或者是咱们公众号上曾经破解过的那个莫斯科地铁失踪案很多事儿都是容易沾染这个灵异色彩。包括这个红衣小女孩这个事儿落实到今天咱讲的这个故事上面，它也是一样的当时台湾有一个电视台专门就播了一档灵异节目，专门是做灵异的，就把这个整起事件呢做了相关的讨论尤其说对于这个魔神仔这观点，那很多人都一致认为说这个视频当中这个神秘的小女孩就是那个魔神仔。原因好像列的也非常充分，除了刚刚咱说的各种这个外形特点符合之外，再一个还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说呢当时他们登了寻人启事他们在这个台湾很多地方都贴了这个红衣女孩的照片，登了新闻之类的，寻找这个小孩子但是呢一无所获，找不到。而且当时警方说也帮助寻找，也没有看到这个小女孩失踪的新闻之类的，
没有什么消息，所以说呢，这也就更加贴合了小女孩并不是人类而是魔神仔的这个猜测了啊。当然节目上他们讨论半天也没有得到什么这个确凿的结论啊。不过后来这事之后没多久，很快有人又爆出了一个更加惊人的一个猛料啊，说这个红衣小女孩呢已经被确认是一个灵力很强的魔神仔了，而且呢她现在啊已经被一个大师给降服了啊，说这个大师呢把它封印在了一个鸡蛋里面，最后呢把这鸡蛋敲碎，发现里面这个蛋黄蛋壳都变成黑色了啊，说明它灵力很强。这大师还说呢，说这个魔神仔太厉害了啊，这次呢没能彻底杀死他，只不过呢是把他暂时给压制住了啊。另外当时拍的那个有那个红衣小女孩的那个视频，大师还警告呢，说这个视频啊最好不要多看啊，他沾上这不干净东西了，能别看就别看，如果实在要看呢就看一遍，别多看啊，否则呢以这个魔神仔的灵力啊，他隔着这个视频也能够对人产生影响啊，这个说实话太玄幻了啊。不过那个说的这个视频了，咱这还得宣传一波，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明天该发推送了，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红衣小女孩的视频，包括那个獠牙的视频都上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放到明天的推送里，大伙儿如果想看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大碗说故事，直接搜索即可。好，咱们接着说回这魔神仔啊，说这魔神仔到底靠谱吗？咱们可以肯定的说他是不太靠谱的。怎么回事呢？首先说这个魔神仔这说法吧，其实呢咱不难发现，这个魔神仔根据这个传说记载，他的害人的方式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迷惑人的心智，把人给拐跑，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在这起红衣小女孩事件当中，这样的情节并没有出现，并没有人失踪，那取而代之的是一场车祸，把人给弄死了。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传说说魔神仔会主动杀人的啊，这个显然是和传说不相符的。那再一个啊，就算说这次魔神仔真的是会杀人了，用车祸杀人，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呢，他的目标都是老人和小孩，而这起事件当中遇害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壮年大叔。所以说如果非要说这小女孩是魔神仔，说这个车祸是他主导的，那其实咱不如说这个小女孩她是死神，这其实更恰当一些，比那个魔神仔靠谱多了。所以说由此可见，魔神仔这个说法不能站住脚啊，它毕竟还是属于那个传说的范畴。那咱说了这么多啊，分析了半天魔神仔不太可能，那这个事儿它有没有比较科学的解释呢？啊，这科学解释确实是有，只不过呢有那么一点点小瑕疵。有这个专家呢专门对这个事儿的这个视频啊，当时做了一个分析，最后呢得出结论说这个事儿有可能它是这个摄像机导致的。说这个红衣小女孩视频里面那个双眼看起来啊好像是被一层这个阴影挡住了，看不清。那这个现象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拍摄视频的这个相机它本身像素太低，画质不清晰，造成这么一个效果啊，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毕竟98年那时候这相机应该也还没有那么发达啊，的确是也存在这个情况。而且呢再一个说当时人们没有发现这个小女孩，这个情况呢也是比较正常，因为这小女孩她毕竟视频里面看到了她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而且呢从视频里面也能看出来一家人玩的兴致很高，非常高兴，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小女孩，这也是有可能的啊。至于说那个死者的那个视频上那个近景视频有那么2颗獠牙，这个呢也是因为这个相机不太好啊，曝光不清晰，最终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而且专家还指出了说，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视频了，其实能发现在这个视频当中每一个人都跟鬼似的啊，要么说这地方太模糊，要么呢就是他这嘴上也出来2颗獠牙啊。这一点确实大伙儿明天咱推这个推送的时候可以看看那个视频，的确是有这种现象啊，确实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有点不正常。这就是专家给出的说法，主要呢是硬件问题，再一个大伙玩得太尽兴了，没看到那小姑娘。但这个说法呢有点小瑕疵，毕竟这个视频呢是人拍的，当时拍视频的那个人他也没有看到当时有那个小女孩啊。如果说他确实也因为太尽兴了没注意到，
这可能性太低了。那当然咱们也可以解释为说他当时可能看到了，只不过呢重点没在那儿，后来忘了这个可能性应该也是存在的。无论如何吧，这个确实也是目前为止最为科学最为合理的一个解释，咱们可以做保留。不过这起红衣小女孩事件，这起事件它有趣的地方在哪儿呢？在于它的不单一性根据台湾媒体爆料说，不止这一家人看到过这个红衣小女孩，后来呢有其他人也看到了。那后来看到的这个人呢倒是没出什么意外，但是也没好哪儿去。他说自从他看到这小女孩之后就开始走霉运生意破产又失恋什么的，麻烦事接踵而至。包括再往后还有人爆料说自己在和朋友钓鱼的时候也看到这个小女孩了。总之呢就是说看到这红衣小女孩的人应该是不止这一个，不止那一次，而且地点呢也基本都类似，都是在那个大坑风景区那个登山步道附近。但是后续这些人呢，他们有可能在说谎，因为他们都没有留下视频证据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可以先把这些给排除先不多加考虑。那么其实纵观这整起事件，首先咱们可以肯定的是，咱们不知道这个小女孩到底是何方神圣，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寻人启事找不到她，这些咱都是不清楚的。但是我们知道，仅仅凭借目前我们得知的这些信息就说那个红衣小女孩是什么怪物不是什么活人，并且呢还说是这小女孩导致这个家庭后来出现车祸，她是幕后真凶如果这么说的话，这显然是缺乏直接的证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当地人之所以能够众口一词一方面呢和当地盛传的这个传说是有关系一出现什么不好的事儿了，失踪了，人们容易往这儿联想。那再加上这小女孩呢本身红色衣服嘛，那红色它本身带有一个这个警告的信息在里面，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紧张感这就是为什么说恐怖片当中往往都说这个穿红衣服跳楼变厉鬼，都有这个说法。那么再加上往后这个什么车祸啦，这些倒霉事儿吧，人们因此呢会把这些仅仅是巧合的事儿呢，互不相干的事儿加以联想，得出说这小女孩是这个鬼怪的说法。其实咱们不妨做一个正常的推测，那可能这个小女孩就是一个普通孩子，她呢恰好也是去那儿玩，正好呢又碰上这一大帮人了，那因而也就恰好出现在了镜头里面。而且就像这个专家分析的当时一家人玩得很尽兴很高兴，并没有发现他。那摄像的这个人呢可能一开始确实也看到了，但是后来呢没怎么注意，把这事忘了怎么着的也有可能至于说为什么事后说张贴寻人启事没看到他呢，没找到他呢，可能人家根本就没看到这寻人启事，也可能呢这个寻人启事没有贴到那个小女孩所在的城市，还有可能人家确实看到了，但是呢这个小女孩的家人可能也迷信，感觉这个事儿呢不吉利或者说怕这个站出来之后引发更多事端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再加上说那小女孩呢本身也不是什么犯人警方那边也没有理由说因为你这么一个怀疑就大费周章的帮你张罗这个，这可能性是很多很多的。那当然了，咱们不妨也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可能这个小女孩她就是一个没有父母的一个孤儿，常年以这个山林为家，以动物为伴，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那么自己在山林步道之间寻找食物和水源，自己一个人生活而且也没有什么这个可供换洗的衣服，可能就只有那么一件应该是捡来的红色的衣服就穿上了，一直穿着也不脱了。那么之后呢，人们偶尔再来到这儿再看到他，那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一直穿红色，一直那个样子来回走当然了，这也只是咱们的天马行空，同样也没有什么依据。总之呢，说到底这个红衣小女孩事件它还是台湾的一个比较有名的都市传说了